Hello Gary，非常開心今天能邀請你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們來分享你自己從一個 CFO 轉型到心理諮詢師這個路徑，能不能建議你分享一下你自己背景，以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跨度，是什麼契機促使你做這個決定啊？你的動力來源是什麼？好的，謝謝Joanna你的邀請。是這樣的，我是在香港讀大學，大學畢業以後，我在當年是6大的會計師樓工作，現在的4大，做了2年以後，我就轉型到金融的行業，搞 IPO， 做投資那塊，慢慢就轉到上市公司做 CFO， 就好像剛才你說的，就是幫公司上市融資那塊 ，OK， 也基本上做了25年，就是會計跟金融那塊。那麼為什麼會轉到做心理咨詢呢？這個是你可以說是很巧妙，也可以說是迫不得已的。為什麼？其實我做到後來的時候，大概是2020年了，我的身體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常常都覺得很冷。比方說你現在在上海啊，我估計你就穿一個衣服或者2個衣服，一般人就1到2個衣服吧，大概20度左右，是吧？那我可能要穿4到5個衣服。就全身發冷嗎？身體上就有這變化。对，而且你会能感覺得到心裡面非常不舒服，無論是內在還是表面上很介意人家怎麼看你，還有內在還是有一種恐懼感的。OK，後來了，我覺得根本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我在出差，我要見客戶，比方說我要到新加坡去融資，那我要穿4、5個衣服去見客戶。我要穿羽绒服，在新加坡30多度。OK， 真的，这么严重？我坐飛機從新加坡飛回香港或者馬來西亞飛回香港，我還要穿4、5個衣服。那我怎麼能再繼續下去？對，所以後來我就先不做了。OK， 就不做。我就去看，我當然中間已經看了很多的醫生了，西醫、中醫都不行。後來了，我就去看那個心理醫生。跟那個精神科醫生，精神科醫生的藥第一次是管用的，然後後來吃完沒事，第2次又發作了，我又去看精神科醫生拿藥，又是可以的，但是到了第3次了就不行了，吃了3個月的藥都不行。OK， 那麼當我第1次吃完藥 OK 的時候，我是又找回工作，又去上市公司做 CFO， 第2次沒事，我就繼續做。但是我就從一個上市公司，我就退到一個非上市公司了，因為我覺得我希望壓力小一點。但是後來也不行嘛，那我只能就是裸辭了，我沒有辦法，就直接辭掉了。對，為了身體而搞到自己身體都垮了。OK， 因為我知道這個是跟壓力有關，雖然那個藥不能治癒我當時，OK， 但是我最起碼知道這個事情原來不是跟什麼，可能一般中醫會說你體虛，但是這個關係可能是不大的。真正關係還是心裡面有很多的 issues 在裡面，那所以我後來就不做了。那不做以後呢，我後來找你給我辦移民，我就在辦移民的時間，我就認識了2位我的心靈導師，他們幫我走出來的，可以這樣說。OK， 走完出來以後，我就繼續移民了。你給我辦好所有東西了，所以我也很感恩你，我就移民過來了。那移民過來澳大利亞呢，我當時還真不知道您的情況，真的。非常抱歉，我沒有意識到。我當時也不會跟人家說，我跟你說。是，我們只是覺得專業工作。我還不夠那麼強大，我知道嗎？我真的想移民而已。移民過來了，我也講真，我也嘗試找過工作 ，OK， 但是我都40多歲了，我也找不到金融的工作。那我就想了，那倒不如我覺得我也不是急於找一份工作嘛，那倒不如，因為我剛剛那個時候我2個導師就是開班去教他們的一些心理學、心靈的東西，那我就 online 跟他們學了。學完以後，我就覺得，那我為什麼不自己試一下？其中一個老師他也在做很多的譯著，在幫中國的很多朋友在做心理輔導的。那所以我是3年前我就開始免費跟在中國的一些朋友做心理諮詢，就一直做到現在了，就是這個情況。所以開始的時候是免費。大家是通過什麼方式跟您做的一些心理諮詢？是線上的還是線下跟您的時間？都是差不多是什麼？線上的，因為都是線上。我
開始做的主要是在中國的中國人跟香港的香港人，中国人就基本是线上，其實就是微信電話，不用見面，不用見面。对，那後來越做越好。OK， 了解。對，也都是他們自己在 refer， 我也沒有做過任何的推銷 marketing 那種事情。所以在您辦綠卡之前，其實已經診斷 depression 了。那時候您的生活狀態就是在得知以及裸辭之後，那段時間是怎麼樣子？您剛才說有老師教你這樣子，怎麼一步步走出來實現 healing， 就是自我修復這樣的一個過程？講真，中間是挺困難的，因為當我有冷病的時候，其實它不是一下子，其實在2014年已經是偶爾發生。那發生的時候，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你看醫生，你講出那種感覺，醫生都不，其實我覺得他根本不了解我在說什麼，不了解，他這是一個身體的狀態，其實，對吧？但是檢查又沒有檢查出什麼，是這個樣子。檢查是怎麼查不出來？對，你的身體是很正常的一個生理的狀態是正常的，根本查不出什麼。对，什麼血壓、心肺啊，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正常人的一個狀態。OK，所以你覺得特別困難，因為你看醫生看不出什麼問題，但是你看起來是一個 physical 的問題，是一個身體的問題。但是其實身體的問題，它同時伴着一個心理的問題。其實前後熬了4、5年，後來有2年，整年都有，所以前後是7年。7年你還得要工作。當時因為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我以為只是身體不好。所以一直在這過程，其實診斷出來那時候已經有身體，其實還是持續工作一段時間。所以整個時間從自己知道有身體的這個狀況，整個時間長度到現在其實7年，長達7年時間。後來我第一次辭職是什麼原因？我還記得是一個聖誕節，因為我覺得很冷。比方說香港冬天其實不冷的，一般穿2到3件衣服就可以了。我要穿到5到6件，我這沒有面子出街，你知道嗎？就除了上班沒辦法了。我太太當時就說帶2個小孩跟傭人去台灣旅行，那我就跟她說我不去了，我不想帶那麼多的東西，我自己我覺得也很不舒服，感覺是。結果他們離開的那一天，我當天的那種狀態就好像突然跌下來的。那天其實天氣很好，我還記得24度白天，太陽光充足。雖然是聖誕節，其實一般人穿個短袖就可以了。身體如果怕冷的，穿一個薄薄的風衣什麼都夠的了。我當天白天我要穿4個衣服，到晚上我要穿7個衣服還不夠。我當天晚上我就第一次辭職了，馬上 OK。那所以你問我非常難受，我甚至有擔心過自己會死亡，身體不受控。強烈的感覺。對，你身體完全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要穿7個衣服。我去醫院看，因為醫生都不開了嘛，當時聖誕節，人家都穿2個衣服在你旁邊，醫生也是一般就量血壓、心跳啊，一種基本的，覺得你沒事。其實我當時希望是留醫的，我不想回家，你知道嗎？我也擔心沒有人看着我會死掉，你知道嗎？就想留在醫院。醫生都說，醫生說你什麼事都沒事，你就看個精神科醫生。我就那一次就是第一次，我就轉到精神科醫生，看完第一次是沒事，第2次也是沒事，但第3次就沒有辦法了，就再吃那種藥也不行了，對於我來說。所以整個過程其實很困難，但是也感恩。後來其實是一種偶然遇到我這2個導師。OK， 其實一個是我的師弟來的，我不認識他的，是在我們救生會有個群，就說有一個人做金融的，他就出來自己做心理醫生了，我冒名打電話給他。OK， 其實我當時已經看過心理醫生，我覺得沒什麼用。那但是對，談的那一刻你會舒服一點，但是他沒有根治你的問題，這個肯定的，對於我的情況來說。但我為什麼我後來會跟這個師弟會談？我覺得有一點他能說服我，就是因為他也不是讀什麼心理學的，他也是自己的抑鬱走出來的，自己自救的。對，自學，就好像我現在一樣，其實我是跟着他的步伐，某種意義上是 OK。他其實也是做金融走出來，他自己之前也是抑鬱，心裡很多的狀況，後來他就想通很多事情。為什麼我當時願意付費給他？是因為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 Gary 做得不好，我不收你錢。那我覺得這個人很有意思啊，那我就跟他說，我一定付你錢，反而既然你是真的有心去幫人去做事情的，我覺得我就付費我也沒問題啊。OK， 這個是我第二個導師，其實是一個中醫介紹的，這中醫看我也搞不定我這個情況，他就介紹一些比較靈性的導師給我講真。OK， 就反正經過這兩個人的慢慢的潛移默化，OK，就將我調整到一個地步，突然有一天沒事了，而且這個没事是持續的。是什麼意思？突然没事？我覺得可能我們的聽眾都很想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因為當時到我最後一年，我發病的情況沒有那麼嚴重，就比方說我夏天我正常我要穿一個衣服，那我可能只需要穿，我发病我只要穿2个到3个，不是很多。那所以它有时候好的时候它就没事了，就好像你開燈一樣，有時候開着，有時候關着。這好神奇！我就說，您是說在這診療的過程當中，它是自然有這個情況嗎？就是說突然會有 switch on and switch off 這種嗎？對，其實心理就是這樣。當某一些情緒，當你釋放以後，你就會馬上好。因為在這個 counseling 的過程當中，你開始意識到說，原來情況它並不是一直的，它其實 switch on and off， 對不？對 ，OK。我其實後來他是我第一個的 counseling， 但是是比較後做的一個 counseling， 他的胃其實4、5年了，都是常常胃痛，吃飯吃不到的那種。其實是關於他對他爺爺的一種的 ，Oh my God， 執念，等於說是一種懷念。然後那次跟他釋放這種情緒後，他說他馬上這種胃病馬上沒事，他當然很開心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持續，他過幾天就跟我說，我現在都沒事，現在已經1年多了，都沒事。對，所以其實是某一個，當我們身體有狀況，很有可能是某一種或者2、3種情緒，它在你的身體裡面沒有釋放，它會令到你整個身體的運行都會出問題。所以我們身體其實很多的問題，為什麼你看完醫生吃完藥都會出？它因為特別西醫，我覺得不是說不需要，因為有時候你比較很痛，你要吃這個藥，但是它裡面根深蒂固的原因，有很多事情是跟你的情緒有關的。所以當情緒得到釋放，被看見了，或者說有些人說之後，你的身體會馬上沒事。哇，就是這樣。其實我們的思路是讓客戶真正了解自己。這個確實很大啊。對，很多人根本不理解自己，他們活在一種我們說自動化的系統裡面。是的。OK， 比方說你去吃飯，你見朋友，你見老闆，見爸爸媽媽。你根本很多時候你回答或者你的回應，其實你是沒有深化的想通以後去做，你的自動化。OK， 那這個是不是你？而為什麼你會這樣自動化？是讓他很清楚了解自己整個鏈條，你怎麼會有這個反應？怎麼會有這個情緒？我們從源頭跟你去所謂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更深的用解決問題都不對的。因為本身這個不是個問題，但是一般人會覺得這個叫問題，我們先當這個是個問題。OK，我們是從源頭盡量找到最早的源頭，去跟他解決。所以我們是很多時候會花很多的時間問他們小時候原生家庭的那些情況，因為他們現在的反應情緒跟他們以前小時候的經驗是非常有關係的，不是說現在這個東西令到他生氣，現在這個東西令到他憤怒，現在那個東西令到他恐懼，很多時候其實他小時候受到這些憤怒恐懼，他們沒有對一些創傷，沒有合理的釋放，然後現在那個相似的情境出來了，它就相對應以前一碰撞，這個情緒就爆出來了。我會注意到很多人會說到原生家庭這個事情，我一直在想說，在時間的長度上面，可能他受到創傷可能就5年時間，可是他成年之後18歲開始。他可能最後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個人可能40、50歲，其實他已經有30年的時間可以解決問題。為什麼在時間長度上面，那個原生家庭的那些創傷給我們一個成人世界，它可以 lasting impact？為什麼？你有沒有觀察到這個現象？
這個原因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從來都不知道自己受過原生家庭的創傷，他们以为自己长大了，我没有问题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需要让他们理解自己，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實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我有情緒，我會生氣，或者我會憤怒，或者我會恐懼，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那麼恐懼。就以我自己為例，因為我小時候還是家庭是比較嚴格的那種，我的恐懼其實來源於我小時候，我受爸爸的訓斥的時候，我根本沒有辦法去反抗，我好像一頭羊一樣躲着。當我長大以後 ，OK， 如果我有一天我給我老闆罵，我發現我真的這個情況很嚴重，曾經。我發現我小時候我給爸爸罵的那種恐懼出來了，感覺一模一樣，那種情緒非常的強烈。但是很多人在他沒發生的時候是不知道這個事情，覺得我長大了，我要長大了，我要面對它，我不能退縮了，用一種所謂的理智去壓抑它。其實這種情緒越壓抑越難釋放，特別男性，因為在中國人的傳統裡面，男性是一定要強大的。不可以弱，不可以哭。上次我們不是討論過嗎？哭本身是一種自然釋放情緒的一種方式方法。本來是的。你熱了，你要流汗，你總不說我不能流汗啊。對。但是情緒這塊就很奇怪，你確實不能哭。我小時候就是不能哭的，所以我長大以後我要學哭，你知道嗎？我這2-3年的我能哭得出來了，所以我的情緒我也能慢慢一步一步釋放了。但是很多男性，我相信我的很多朋友都不會哭的，現在都對。所以剛才你問這個問題，他有些人甚至覺得我根本沒有問題，這個是我應該承擔的。我是男嘛，我是一家之主，我要承擔這種壓力，我沒辦法。你會聽這個很多的都是這樣說的，就是這個我是這樣理解。現在您自己從個人的個例，您開始服務的對象，我相信最後您服務的對象會是非常廣的。在幫助這些人過程中，您自己獲得了什麼樣的啟發？就是您有自己體驗，您的師傅來帶你，最後您回到這個社區，自己在幫助其他對象，大概是什麼樣子一些就是人需要你的幫助，然後您大概會得到什麼啟發？通常比較願意求助的都是女性，也坦白說 ，OK， 我估計佔了8成到9成都是女性來的 ，OK，因為他們是比較願意將自己情緒說出來，也可能他們不會那麼壓抑，他們有情緒要爆發了，或者說有很多是要準備離婚，或者老公有外遇，他們真的受不住，一定要對，找到你 ，OK， 可能他們找過心理醫生也不行，就會找到我們這一種，OK， 他們有時候說了哦，他自己跟自己孩子也有問題，有些是家長是因為孩子的問題來找我們，但是也是女性為主 ，OK。男性的客戶會有，他們真的會，他們來找的一般都真的是抑鬱的很嚴重的，對，很嚴重的。我有2個男孩子的客戶，就有一個是當時是比較悲觀的，但是看完以後給了他一些復健的非常好，有一個基本是連以前爸爸怎樣對他都想不起了，那這種情況要比較長的時間的，當然是 OK， 但是一般是以女性為主，以親密關係或者婚姻關係為主，家庭為主，也有一些年輕人可能小時候可能也是原生家庭的問題，比較抑鬱，他可能20來歲就會找你，因為他們已經覺得生活不來了，他們有時候說透氣都透不來了，其實跟他們生理健康是完全沒有關係，心裡面太過壓抑了，都有，所以感覺上生理好像喘不過氣了，這樣子，對，喘不過氣了，沒錯。您這樣真實的接觸案例，當你接觸案例的時候，您會自己有什麼啟發？他們會太晚的接觸幫助，還是說，其實您覺得他們應該是有很多部分他是自己可以治癒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從理論上，每個人都是太晚的，但是也他尋找幫助要越早越好，是吧？應該越早剛越好，是吧？對，但是實際上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面，你也知道嘛，是的。如果你要求助個心理醫生，是個不太光明的事情，所以一般人呢都會去先自己能熬就熬，怎麼會去付錢還要看這種
免費也不會去啊，對不對？是的，或者寧願花時間做其他的事情啊。是的。但是這個也是人生的經歷，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就很難去跟人家說你沒。有一個女孩子是真的很少事情就來看，結果很快她就沒事。所以如果她很少就那麼一个，因為 OK 比較早期有一點的問題，她就會來諮詢，反而她很快會看。20多歲，對，這就是那天你講完了，她就明白了，原來我的不開心是為了這個原因。她還懂了，她就說，其實所有問題都是自己來的，她已經能很快給出一個結論，情緒是來自於自己的，而不是人家給我的。這我覺得是非常 powerful， 就那麼只一個。對，我覺得這一點很 powerful。對，您剛才說這一點很重要，情緒是來自自己，就是說外界的給自己身上這個東西發生的，其實感受力這件事情只有在自己身上發生，別人是無法感受你的感受的。您剛才說早期的人他很早干預，我聽到一個詞語，您說他會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英文叫 acknowledgement， 就是一個人 acknowledge 他自己是有需要協助的，他是有一點東西是要去解決他的，這種是不是一個非常 powerful 的這種事情？因為剛開始他可能覺得我只是身體不好，我只是運氣不好，我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或者您剛才說可能親密關係啊，或者離婚，那他可能第一時間就抱怨對方呢，或者責怪自己。那您覺得他這種 acknowledgement 是不是您做的工作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引導他讓他 acknowledge 我們受到了傷害這樣子一件事情？對，非常重要。這個也是療癒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你先承認這個事情，無論是情緒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人的一個機制就是否認或者推卸，好像你剛才說的，這個家庭有問題，都是你的問題，都是你的錯，這很正常。因為這個是我們每個人有這個叫小我，就保護自己的一個機制。但是當你這個小我太強的時候，你沒辦法真正認清自己，那你永遠改不來的。因為你永遠覺得人家錯，或者我是受害者，人家欺負我。OK，我是沒辦法，我弱是因為我是個受害者。OK， 害者心態。如果你不承認這個是自己的一些，你不去改變它了，那你永遠都會是這樣的。這個還是非常神奇的一個。我注意到很多，比如說像咱們這樣很多專業人士啊，我自己其實我們在做一些直播的時候，也有很多客戶會來跟我說，他其實 suffer depression quite a few years， 是習慣性的這種高壓。那您覺得一個人他如果具體到他去出現什麼訊號時，他其實這個時候就應該尋找專業的幫助？比如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這個狀態當中，其實他們是知道的。我覺得有某種意義上是否認或者太忙了，你知道嗎？習慣了這個東西。如果你說一般什麼訊號，比方說你很暴躁的，你很喜歡罵人的，或者說當你受壓的時候你非常不舒服，睡不着，常常想着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是的。或者說有一些人常常會很介意人家怎麼看你，這種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很多都有的，這個都是原生家庭的問題。介意別人怎麼看，因為你在工作的時候，你很多時候要看我們所謂說看老闆的臉色。其實為什麼叫看老闆的臉色？你覺得你自己做好這個事情，你根本不用看他的臉色。是的。你做好你的工作，其實真正強大的人，你是不用真的管他說什麼的。那我們為什麼那麼怕？其實我們從小這種文化就是說要看人家臉色，或者說我要看老闆或者看老大，是吧？有這種文化在裡面，很害怕人家怎麼看我們。有這種情況的，其實都要去做一些療癒，不然你活得很辛苦。關鍵是因為我就是這種人，所以我能說這句話。我以前為什麼活得那麼大的壓力？上市公司融資，或者非上市公司也要融資嘛，那肯定老闆會給你很多的任務，那你做不完肯定怕嘛。是的。你就怕人家。對，但是有時候你做不完，真的市場是這樣，沒有辦法，對不對？是的。其實你做好你自己工作，為什麼要怕人家怎麼說你，怎麼看你？做好其實就可以，不問結果，但是就要有 OK 了解。我覺得其實是您的意思，自己應該去學習說，或者說甚至應該意識到有這件事情，自己情緒的問題，自己情緒就很不舒服，就好像精神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其實是自己會知道的，會有具體的信號說，我身體有不舒服，我睡不着，比如說我思前想後，我的睡眠很差，我飲食不正常的話呢，我長時間不是非常開心，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一些訊號，他就應該是嘗試着去尋找專業幫助，對不對？对。那刚才您看，我們聊了很多原生家庭問題啊，還是說我們長期的帶來一些心理暗示，我們在工作當中看人臉色，就長期產生恐懼心態。為什麼心理療癒這件事情對我們現在特別重要？我們應該如何打破這種 stigma？ 對於心理諮詢排斥，您剛才說男生特別不喜歡，對於恐懼 stigma 的這種，心理學的這種諮詢，為什麼我們大眾我們應該怎麼就是打破這種標籤化？這個我也不敢說，但我自己提法這個我不敢說，因為我現在在澳大利亞，你也知道澳大利亞看這種事情相對沒有那麼尷尬 ，OK， 不是說完全沒有，但是我覺得新一代是沒有的，老一代還是有的。我問過他們，其實，OK， 還是有，老一代還是有尷尬。這裡有 Medicare，他們覺得 OK 了，看了也不是用付很多錢，覺得不看就吃虧了，講得難聽一點，對吧？他們。所以這裡比較開放的，我覺得是 OK。在香港呢，我敢說其實也開始多人看了，我覺得，因為我去看那些醫生了，無論是精神科醫生也好，無論是心理學醫生也好，其實那個 booking 是不容易的，你不是說我今天排明天就有的。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也開始開放了。中國我不敢說，因為我不是在這個市場很久的，因為我都是做免費的，就是我沒有做，在中國我是沒有做過任何收費的。但我覺得，因為我是做免費的，當我的老師說有免費服務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來找我的。我覺得其中一個除了是面子以外，我覺得年輕一代也不是太介意，但是我覺得金錢那塊，就是收費這塊還是一個問題，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不會覺得說其實找人聊天。就比方說收費，他對於專業服務的收費、專業訓練的人收費的，他其實還沒有支付的習慣，是不是？可能是，而且像我這樣做，我不敢說人家，我跟他說，我面都見不到他，我只是跟他微信電話，非常的保密的，所有事情都是非常保密。是的，如果他不跟人家說，其實也沒人知道，他其實也沒有所謂的面子，對不？或者說，但是我覺得年紀太大了就會有點尷尬。OK。對，40、50歲，我覺得現在都接受了，我覺得都可以接受，都 OK 了。那對於很多處在情緒掙扎中的朋友，你有沒有一些他們可以很實用自我療癒的方式和心法可以分享的？如果簡單的大家都懂的，我會說一些比較表面的，比方說就真的是跑跑步、做運動、做瑜伽，這些都是有用的。這畢竟是舒緩你的壓力。OK， 多去大自然的地方，比如爬山。甚至逛逛去樹林，因為這個人有一個機制，其實有一些所謂的你不要的能量，你可以回到大自然裡面。OK， 然後對，那有時候真的你要跟朋友說見面 ，OK， 這樣自己，但是好像剛才說，你要非常老實對自己。OK， 比方說我不開心，假設我面對一個是婚姻的問題，是 OK。就要老老實實跟朋友說，我是面對這個問題，我害怕什麼，你就跟他說我害怕什麼，但是不要抱怨。如果跟朋友說的時候，因為抱怨會令你增加你未來情緒的風險的，因為你會，比方說你抱怨一個人，這個都是他的錯，你只會更怨他，對他更憤怒，其實對你是沒有幫助的。你應該跟朋友說，我現在我真的很抑鬱，或者說不要常常說抑鬱，我不開心，我覺得很難過，你就將難過這個事情說出來。我為什麼難過？或者我害怕失去我這個老公，我害怕失去我老婆，我害怕失去我的家庭。跟朋友也是坦誠，公布坦誠，而不是說只是欺瞞方式，假裝我什麼都很好。其實這種所謂的正常社交，那也沒什麼用，是吧？也幫助不到。真正朋友是可以接受你的傷痛，然后就是這種朋友，這種交流才是有意義的。對，這個很累的。如果你還有假裝，累死了。你想一下，這個本身對我以前也會是這樣，或者說假裝沒有問題，到哪都沒問題，開心就這樣了唄，大家都明白嘛。你跟一般男性朋友出來是吧？大家都或者專業人士，大家都有壓力，也不是你 Gary 一個有壓力，你可以吐槽一下，但你再能說什麼？所以你要找一些知心的朋友，非常知心的，能完完全全對老實跟他說，這個不是一個問題，其實這個只是個事實，這個對，另外一種方法。所以反正
我多說一句，其實我看了我的老師或者很多心靈导師，其實最終還有一個方法的，就算你没有朋友，你可以自己試一下。比方說，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压力，OK，你可以内心的自己好像打坐一样，做深呼吸，简单坐下来，没有什麼特別的姿勢，坐直就可以的了。靜下來的時候，想象這種情景跟情緒，可以的放大它。但是不要壓着它，什麼意思呢？所有這種情緒在你裡面，其實他想給看見跟釋放，他要被看見跟釋放。OK，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關照它，慢慢讓它釋放，心裡面就感謝這種情緒來，不要壓抑它。對，你說的，但是這個自己做是不容易的。有時候為什麼我們可能頭幾周都是我們引導它？其實我們在療癒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這個過程，除了講道理以外，因為講道理的是很多人都明白，但是不容易改變它，因為道理是一個顯意識的事情，不是一個潛意識的事情。但是那個情緒是一個潛意識的事情，所以你要將潛意識裡面的東西要釋放出來。但是如果他能自己做，有些人是能自己做的，那就 OK， 你自己可以做。所以如果有的時候挑戰太大了，我們還是建議他去找專業諮詢服務，專業諮詢，至少說有經驗的諮詢師呢會帶他走一段路，而不是一個人面對這些黑暗，一個人面對衝突。對，你學會一些方法以後，了解這個基本原理以後，你可以自己來了，很多事情就。我們剛才也聊一些話題，你也是新移民，我們的客戶很多當中他是移民，那移民生活非常充滿挑戰，比如說可能兩地分居，有可能。以及他的身份認同啊，環境變遷，所有事情他壓力其實非常大的。那你認為我們最重要的這個心理防線是什麼？就是 how we defend all the change, how we actually protect ourselves for the change。我還是分兩面說，一些簡單的我先說 ，OK， 比方說身份認同這個事情 ，OK， 我自己也是一個移民，我對這個我是不是太介意的 ，OK， 你問我是一個香港人、中國人、澳大利亞人 ，OK， 我只會喜歡過我自己的生活就夠了。Exactly。我其實不管你怎麼說我是什麼人，我對所有人都很好。OK， 我懂普通話的，我跟中國人好像我就會說普通話，因為我覺得大家會方便一點。OK， 那如果我跟香港人一起，我就講廣東話；是跟老外我就講英語。那幸運的我3種語言都可以。OK。那麼可能有一些國內的人移民覺得英文不好的，其實我覺得也不用太介意，反而是找那種方式方法，你怎麼活得好？你也知道嘛，主要你也幫了那麼多的人過來，其實在澳大利亞現在中國的人群是很多的，對，有很多華人區你根本不用怎麼講英語的，是語言不是障礙，我一直覺得。對，其實你可以選擇，我覺得關鍵是你怎麼先做好選擇，做好準備。現在諮詢也很透明了 ，OK， 我覺得你比方移民悉尼也好，墨爾本也好，布里斯班也好，你真的覺得你怕那種適應的問題，那你就先找華人區了。是，你肯定也有很多 connection 可以介紹給他們，或者說比方說有人來悉尼，我也可以幫他來過渡，幫他一些租房子啊這個事情，就陪他或者什麼。我覺得這種是很多事情就看你怎麼想的，還是沒有說你說是難肯定是難。有一些難度，但是不會說完全不行。對，所以我覺得您剛才分享一點，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一直在大的課題裡面，很多人說身份認同，那我到底是什麼人？我是大陸的、香港的、台灣人、馬來西亞華人。在澳洲，其實華人是非常多的，都是來自不同的國家。那其實還是說自己對於自己的認可的舒適度。如果說是英文不是非常好，那就住在華人區，是吧？就住在悉尼去了。就住在聚集區，比如說如果是布里斯班就住在 Sunnybank， 那大家聽到鄉音什麼，或者參加自己的同鄉會什麼，聽到這些鄉音讓他舒適，就是這樣子讓自己舒適，可能是一個他第一應該做，而不是強迫自己去一個非常不舒適的社群裡面，對不對？對啊，我覺得根本是沒有必要，甚至是沒有必要讓自己非常不舒適。對，應該移民前就調查好了，先做一些準備調查。生活會怎麼樣？對，對，剛好甚至問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移民？對嗎？這裡也可以交成朋友。對啊，肯定這裡有一些東西是好的，你才過來。是，
是，所以他要做好原先的規劃，找到自己舒適的方式就好。今天刚好因為是5·1放假，所以我們今天在談不多，但是我們可以做切片，我覺得挺好。但是因為有 social media 原因，所以所有人都會看到，我覺得這一點是特別好的。我們也希望做成長期的這個分享會。那 Eric 還有一個問題 ，before we go， 如果你現在對於一些人，他是真的經歷人生的低潮，他應該來分享的好，可能是現在低潮不再是以前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小孩跟父母之間，可能現在真的是經濟的問題。那很多人是經歷這個低潮。你最想告訴他們的是什麼？我覺得還是要了解自己。對於我來說，所有的問題都是不了解自己。比方說 ，OK， 經濟不好，那我會重新看看自己的能力、強項、弱項是什麼。OK， 我會很客觀的看，特別是如果是移民澳大利亞，其實澳大利亞你要找工作，你也知道，你是肯定會找到工作的，是你願不願意做而已。愿不愿意？但是這裡其實工資也不是說特別的低，這也不是差，就是也沒有高低貴賤。相對來說，對。而且因為你在這裡澳大利亞生活，你人工高，你要交的稅也會相對多。OK， 而如果你努力做一些可能人工不是太高的活的，其實你可能收入都是低，但是沒有相差沒那麼大。因為高收入者其實他稅收也很高了，所以沒有那麼大優越。對，或者說你還可以去重新裝備自己，因為這裡我們做 tradesman 或者做那些建築行業的，比方說，其實人工是非常高的，這裡跟一個高薪白領基本一樣。你願不願意做？現在你去建房的，你去裁軍，對，刷漆知道嗎？啊，是的，對，幾百塊一天的澳幣，我說過，工資很高，其實想這裡，对。对，所以最起碼如果你在澳大利亞，我覺得是你願不願意做。當然可能你要花1到2年時間去重新你要考證等等，你要去學個半年1年。但是你說是不是完全做不到？我覺得不是。其實還是可以，就是還是您說的那點，對自己認知很認可了，然後怎麼判斷自己，不會覺得說我做這種工作是一個低賤的工作，我就是也是覺得我重新學一個手藝，原來還有自己創造力，那這個是愉快的，不會覺得這個事情是其實羞辱他，因為很多人中國人社會是有覺得就是藍領是有點低級的工作哈，然後受過教育的人他不願意去做那個讓自己手弄髒這種工作，但如果他思想上能改變說，其實我們就是一個人哈。我們動腦還動手，其實都是我們自己，來自自己智慧，沒有什麼好羞愧的，對吧？然後呢，工資其實也非常高，就這樣一種認識。非常非常感謝您今天分享哈。其實我是準備了一些問題給您，所以我就照這個問題呢跟您問了一下。那今天我們分享我也得到一些啟發了。然後呢，就是在我們結束之前，您自己特別想跟我們的 audience， 我們的客戶，可能包括我們的客戶，或者甚至不是我們的客戶了哈，或者我們廣大的網友們。您想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的？我希望講真，我自己也經歷過一些事情嘛，就剛才開所說的，我的經驗就是我覺得要活在當下。這句話其實很有意思的。是。真的，你想我那麼擔心，比方說我工作上做不到什麼，其實我是活在未來了已經是。對，未來如果做到會怎麼樣，做不到會怎樣？對，其實後來有一個調研，就是說我們人類擔心的事情95%都不會發生，都是未來，但是未來。另外一個網上在國內一個很出名的心理老師說的，我是相信這個事，因為我很多擔心都沒有發生，其實等於白費，你明白嗎？那麼慘，搞得自己那麼慘，擔心未來的一件都沒發生。對，所以。有時候不用太擔心，不用太擔心，不用想當下，這個很感動，我聽到這個很感動。是的，這個也是我個人自己經驗的分享嘛。還有一句就是佛家說的本自具足，自己就夠。對，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無窮的力量的。這塊也是我的導師告訴我的，我就非常感恩他們說這句話。然後，所以我們的工作其實是幫每一個人真正找回自己的力量。最終希望他們自己能解決所謂他們所謂的問題。其實最後人呢是相信他們自己內心的力量。您剛才說本自具足，他本身其實最後還是自己解決了，自己是有能量。只是您幫他做了一些引導，讓他看見自己力量，是吧？就這2點。
這2點分享哈，本自具足，第二個呢就是活在當下，这個成語，這個我突然受用了。我回去的話要跟同事分享一下，非常非常感謝，非常感恩今天的分享。我發現真的是對人有幫助，很直接的這個幫助。可能客戶一個客戶找您的時候，他一對一，但是當我們把信息放在網上的時候，幫助了是1000人、1萬人這樣幫助受益，因為他們覺得哦，原來我不是孤單的，我不是一個人，原來很多人可能是跟我類似的經驗。然後我希望我也好像您剛才說，我希望被看見，我希望我自己被看見，我被認可，我被知道。哦，我這個事情不是很特別的，我不是因為我軟弱，不是我倒霉，不是或者說我怪我这個人碰見的人是不好的人，就是他就回到了自己。這個是我自己上次沒想到上次直播之後，咱們雖然就是線上那個直播的，您發信息給我，最後我們居然還有好多客戶跟我們發信息，跟我發信息說非常非常感謝。哇，今天看到這個事情說，就所以我覺得這個傳播的意義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您是1對1的這個哈，那我也希望以後我們會有一些 live 的 stream 的可能性的，就或者 YouTube live， 我覺得也很好 ，YouTube live， 這樣子的話就會讓更多這個東西被傳播出去，被認可，說我們自己每一個人其實很重要。我們不是說工作掙錢這才是重要，我們自己的情緒，我們自己是不是開心，這個事情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這就是我們內心的原動力，是不是？如果我們自己不開心，我們沒有動力做任何事情，然後我們身體就一直有防禦告訴我們，就身體的防禦其實就是一種暗示，你要休息，你要開始關注自己了，就您或你對你的需求是吧？它就是一種暗示。对，那非常非常感謝 Gary。